南初，和平年代，消防员就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。南南港爆炸那天，其实我们也是跟死神擦肩而过。我们能活下来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技能比他们强，而是因为我们去得晚。但就算这样，郑刚也失去了一条腿。每一位烈士背后，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。孟之在当大队长的时候，总是说，训练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。后来我当站长了，也总是把这话挂在嘴边。我相信，以后我的徒弟带新人的时候，也一定会这么说。但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，不管你平时训练多么艰苦，多么拼命，在面对灾难的时候，我们也只是血肉之躯，谁都不能避免死亡。南初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是想让你再好好想一想。我想好了。跟我在一起的日子，一定是聚少离多。那我更要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。你也要随时做好成为猎手的准备。这个你不用担心我，万一你真的牺牲了，我也能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从小就是一个人生活，早就习惯了。有时候，死亡不是最可怕的。我明白，我都知道。我不需要你成为所有人的英雄，你去守护四方平安，我会守护你。南初，我上一次在国旗下宣誓的时候，是我刚加入消防的时候。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，对党忠诚，纪律严明，赴汤蹈火，竭诚为民，坚决做到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恪尽职守，苦练本领，不畏艰险，不怕牺牲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贡献自己的一切。这是我对国家的承诺。现在，是我对你的承诺。我，林路湘，对南初承诺，不管任何情况，我绝不背叛，不抛弃，不放弃你。我会永远记得，有一个人在等我平安归来，在等我回家。南初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命是国家的，但我的心是你的。我们好好在一起吧。女演员，再往前一点，那地下不是有马位吗？走到位置。哎，对对对，再来一个啊！3、2、1，开始。停！女演员，注意你的位置，注意你的情绪。好，再来一个啊！看，女演员啊，你这个位置每次都没有走到位，你看看男演员在哪里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再来一次。
对不起啊。塌房了！王我之前那么喜欢他，以为拍了综艺就能演戏吗？还不如我家狗狗自然。看他演戏莫名笑场，整个一个木头人，粉转路，路转黑。韩总，韩总啊，我得给你看个视频。你说的这个吧？您都看到了。陆导给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啊！哎呦，我是真没想到这个路透这么快就在网上传开了。这个南初毕竟是个新人，大家这么说的太苛刻了。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。观众跟我们心里不一样，可能是期望值太高了。哎，你说，咱们是不是太着急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先暂停他所有后续的工作吧。好吧。哎呀，是不是等我很久了？没有，我也刚下班。坐。点菜了吗？没点呢，你先看菜单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跟着你吃，我都省。那我想要猪肘、披萨，还有牛排。猪肘、牛排，吃这么腻啊？今天不减肥了？管他的，明天再说吧。好，那我都给你点上啊。吃完这顿，这周都不吃了。好了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喜欢你。我是不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？状态很好啊，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你也看了那个视频了？我看到了。是不是很丢脸？我觉得很正常，没有丢脸。我觉得我好像真的不会演戏，一点表演的天分都没有。我一站在镜头前呢，我眼睛也不知道往哪看，手也不知道怎么放。林教官，我觉得自己现在做这一些事情，好像都没有意义。这么快就想放弃啊？这才是第一次，刚刚开始呢。万事开头难嘛。你看你们节目，在站里采访我的时候，我也是手足无措的。大家都一样，都要经历这个过程的，对吧？别想那么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吃饭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祝你能越来越好。这个地方呢，其实算我和我弟弟的幼儿园。幼儿园？我们俩小时候老在这混，天天在这玩。那会儿我就怕到傍晚，因为一到傍晚，别的小朋友都被妈妈叫回去吃饭了，我们俩跟两个野孩子似的，还要在这玩。以前这边都没有铺这种地面，然后我弟光脚穿个凉鞋出来踩水，踩得满身都是泥巴，回家就挨顿揍。打完我一顿之后，我还要替我弟弟挨一顿打。这么仗义？当哥哥嘛，没办法。这个滑梯，你猜它有多大了？比我呢？比你大。是吗？以前也是我的重要工具，我们每天用它模拟消防站，然后呢，我们每天演消防员出警就从上面滑下来。有一天，林启说，我们演个牺牲吧，被我妈听见了，又揍了我一顿，说不吉利。
你怎么总说你妈不说说你爸呀？我对我爸小时候没什么印象，因为干消防的嘛，总也见不到面。跟我约好了什么事儿，也总放我鸽子。我们这一片啊，以前是消防队家属院，最大的特征呢，就是孩子都跟妈妈亲，因为他们一年也见不到几眼爸爸。有一年过年，我妈让我去给我爸送饺子，我怕饺子凉了呀，就一路跑到我爸的消防站。刚到门口，就看见我爸带着人出任务。我记得我爸当时就看了我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。我在旁边喊他，他就像没听见。后来我就在他们身后追着跑，一直跑，跑到了一个小区，老远就听见有人哭，走近了才看见，是2个小朋友爬到屋顶上下不来了。那时候我就明白了，其实我爸不是不想陪我，他放我鸽子的时候，其实是在陪那些更需要他的人。那时候我觉得我爸是个英雄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决定长大以后一定要做消防员。是不是挺傻的？不傻呀，我觉得特别可爱。那你为什么喜欢跳舞啊？我啊，小时候我就是少年宫的常驻居民，别的小孩都有父母照顾，我没有，所以特别自卑。那个时候有一个新来的舞蹈老师，我觉得他放的音乐特别好听，跳的舞也好看，但是我妈不让我跳舞，所以我只能偷偷的去看。有一次舞蹈班下课，老师忘了锁门，我就溜进去了。因为没有人，我就把音乐开得特别大，疯了一样的跳舞。其实我一点也不会，但是音乐一响，我觉得大脑一片空白，想怎么跳就怎么跳，跳到实在跳不动了，我就躺在地上休息。虽然特别累，但是特别开心。我跳舞的时候看不清周围，所有的精力都在跳舞上，就好像世界只剩下我自己了。我怎么跳都是对的。我只有在跳舞的时候，才觉得自己会发光。你现在也在发光。谢谢你啊，李教官。你知道，今天跟我说觉得做这些事的毫无意义的时候，其实我特别害怕。因为如果你对一件喜欢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之后，那后面的日子会变得特别煎熬。外面说你演戏不好，你心里难过，你往心里去。那如果他们说你跳舞不好呢，会怎么样？你觉得他们太无知了，太可笑了，对不对？都是从零开始的事情，一开始不好很正常，慢慢努力，慢慢成长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做到了优秀，那些一直在这个行业努力的人，那不都变成傻子了吗？努力吧，一定会好的。不要对自己选择的方向失去希望。只要你对他有期待，他就会回馈你。外界的声音可以听，但是最后路要自己走，坚持下去。如果你一个人走得害怕的话，我陪你一起走。林教官，我觉得你就像是一座火山，看起来高不可攀，其实内心住着一个小太阳，在你身边，整个世界都亮。我之前吃过很多的苦，但你是世界给我的一块糖。
甜吗？这个好，我喜欢这个，东南亚的那个叫什么？萨瓦迪卡。哎，南初，有事吗？喂，韩董，听说公司把我接下来2周的工作都取消了，那我可不可以商量一下，接下来的几个月都不要给我安排工作了？哎，南初，你可别赌气啊！我没有啊。南初啊，公司签了你，你要是不能给公司带来商业价值，我们签你干什么？不是，我的意思。告诉你啊，我个人觉得你是非常有潜质的，啊，这次烈焰青春就证明我的眼光没错，你未来的提升空间还非常大。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想当演员是吧？但是你想想啊，以你现在的收入，你没办法支撑梦舞社的开支的，你就当为了挣钱了，为了梦想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，我觉得值得啊。对，挣钱不丢人呐。韩董、宗哥，你们不会以为我要打退堂鼓不干了吧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我知道我的表演能力确实需要很大的提升，所以呢，我就报了金克熙教授的表演训练课程。但是这个课至少需要2个月才能完成，所以我想和公司请个假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你想提升自己，这非常好，公司全力支持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金老师在业界是非常有名的，你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！谢谢韩董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好，好。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孩子吗？为什么？我就喜欢这孩子身上这股劲儿，不服输。哎呀，这俩人呐，脾气是真像啊。像谁啊？啊，我是说这个金老师脾气不太好，不知道这南初能不能应付。对哦。啊，行了，好，就他吧啊。萨瓦迪卡，就他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啊。好的。南初要去上金克熙的表演课了。他自己主动报的。